妈回来了。豆子，妈，妈，哎呦，幸福，幸福，孩子刚才肚子疼，拉肚子了，我就赶紧带他到卫生院去。大夫说没事的，多喝水，给他吃了药，折腾了半天，这不刚哄他睡着了。他咋拉肚子了？怪我寻思着吧，把昨天晚上剩那虾拿出来热热吃了，后来虾还没热，他就给吃了。你确定是因为吃剩下的虾拉肚子吗？我看着盘子里好像少了几个，我寻思着是他吃了。不大烧了，大夫说了就是拉肚子，不拉了就好了。妈，小豆子有没有反复的感冒、发烧、拉肚子啊？哎呀，那孩子长大，小病小灾的不是常事儿吗？豆子皮只要他醒着，满院子满屋子楼上给你跑，一眼盯不住，就不知道磕着还是碰着。就这我跟你爸不错眼珠子的盯着他，还盯不住呢。多动也是症状，可不是多动哎。小豆子病历本呢？在抽屉里呢，都在那儿，单子啥的。小时候多乖呀，越长越不随情来。不是要紧的。小豆子，小豆子来醒一醒。哎呦，妈妈干嘛？我要睡觉。别睡了，妈妈带你去县医院。啊？大夫说了，刘大夫说没事了，咱吃了药了，多给补水，过2天就好了。一开始都不重视，全当成普通的感冒发烧来治，全给耽误了。妈，您回头跟庆来说一声，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啊。浩浩，你乖一点，马上就到我们了。浩浩，哎呀，你把妈妈衣服再拽坏了，你看看。哎，郭大姐，哎呦，何经理啊，浩浩，别带孩子来看病。哎呦，这衣服啊，是啊，这你儿子啊，咋了？他闹肚子，我带他来看看。哦，哎呀，你孩子几岁了？哎呀，6岁了。跟你玩。哎呀，真好，来坐。哎呀，你看你家儿子多懂事儿，多乖呀！俺家这个呀，就是个讨债鬼，脾气大得很，还总闹病。闹啥病呀？头疼、拉肚子，还总发脾气，就一天到晚停不下来。医生说俺孩子是这个儿童多动症。你有没有给他抽个血，查查血铅指数超不超标啊？抽血啥超标？就是血铅，严晨儿子得那个病。不会吧？我听专家说，说这个血铅中毒也会造成孩子多动症、脾气大、烦躁，还会伴有攻击性行为。何经理，我咋听着你说的跟俺孩子有点像？那你的意思说他中毒了？啊，那不是，是因为我带孩子来也是要查查他血铅有没有超标。我是想着，既然你也来了，不如也跟那医生说说，也给孩子抽个血，检查一下这个血铅指数，给孩子查查，不是放心吗？11号郭亚萍，2号指示。哎，何经理，一起去吧。
俺听你的都查查，你跟医生说查些啥，俺也说不明白，行不？啊，行行行啊，走，好好来，走啊！好了好了，把枪给妈妈啊。何经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都有孩子了。你看你真能干，孩子照顾的也好，事业做的也好。唉，俺就这一个讨债鬼，拴得俺啥也干不了。我孩子主要是我公公婆婆帮我带着。你看，你真有福气，不像俺，上辈子不知道遭了什么孽，这辈子罚俺遭这些难。俺是山东人，跟着老乡来这儿打工，后来就嫁到村上了。孩子2岁那年，公公婆婆带着男人去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怕孩子哭闹，没让俺去，留在家里看孩子。谁知道骑车一下翻沟里了，一下子人全没了。俺现在就一个人带孩子，偏偏又不争气，不是生病就是闹腾。可是俺家就剩这个孩子了。如果他再有个什么3长2短，俺是真不能活了。郭姐，别这么说，你以后有啥难处你就来找我。这天下没有爬不过去的坡，会越来越好的。我爸以前老跟我说一句俗语：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每次我觉得吃苦受累，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现在趁着年轻，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谢谢你啊，何经理。跟你说这话，俺心里舒服多了。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别憋在心里，你就跟我说。嗯。人老了，没用了。人家不嫌弃，你自己都嫌弃。说给你们带孩子累就不说了吧，就那份操心，那是人遭的罪吗？哎呀，整天的千小心万小心的，就怕出点差错落埋怨，就这还躲不过呢。往后你们自己带孩子，我不管了，带好带坏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反正我落不下埋怨。哎呀，行了，少说点吧。我们回来啦！哎呀，看我们这好福气，正赶上吃饭。奶奶，奶奶，小豆子，走，先洗手去。妈，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吃好了。妈咋了？你惹妈不高兴了？怎么是我惹妈不高兴了呢？那，你别看我，我啥也没说。小豆子，你怎么洗手洗那么久啊？你别看这个看那个了，你看看你自己，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还问别人？我做啥了？你是说我惹妈不高兴了？你说你也真是的，那小孩子吃坏肚子拉拉稀不常有的事情吗？你干嘛大惊小怪的呀？妈都带着孩子去村卫生院做过检查了，你还巴巴的带着孩子去县医院检查，你搞得跟不信任妈似的。这几年不都是妈带着孩子吗？没有爸妈，你说我们哪有精力做事情？
妈，妈，生气了？别生气，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没有要怪您的意思。您和爸带孩子辛苦，我知道的。以前孩子也拉过肚子，你咋没这么多话呀？你现在就是挣钱多了，不把我们老的放眼里了。妈，真不是，我是怕孩子血铅中毒。中毒？我是孩子他奶奶，我还给孩子下毒啊？怎么了？谁中毒了？妈，您错怪嫂子了。嫂子说了，事情查清楚些前先不要告诉你，怕你们瞎担心。不是，到底出什么事情？赶紧说啊，这不更担心吗？水尾村打官司那家人的孩子查出来血铅中毒，他们以为是保健品厂排的污水造成的，但是厂里面排的水检测出来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不是水污染造成的，就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血铅中毒的症状有很多，比如腹痛、拉肚子。我又听你说他平时特别好动，我就怀疑他有血铅中毒的可能，所以我就赶紧把他带到县城的医院里去做了一个血铅检查。但是这种检查村里的卫生院做不了。那检查这说啥了？结果现在还没出来。哎呦，豆子，不会中毒吧？咱妈，您别着急，是能治好的，但主要问题是一定要找到原因，不然治好了还是会继续中毒。哎呦，乖呀！哎呦，奶奶的命哎，没事吧？没事吧？小豆子。爸爸。嗯。小豆子，来，把药吃。咋了？和万书记谈好了？谈了。万书记说什么？万书记倒觉得挺好，挺支持，可是传家非要让我帮他一个忙，他才愿意跟我谈。什么忙？保健品厂想让这个秀玉给他们做那个产品形象代言人。好事儿啊！是好事儿，可秀玉不愿意啊。我刚才和秀玉一提，就被他从屋里撵出来了。为啥？还能为啥呀？秀玉愿意跟这个厂家打交道啊。那回头我找秀玉聊一聊。你别回头啊，要不你现在就帮我跟他聊一聊，我可等不了。行，我现在跟他聊去。啊，去，你好好跟他说啊。楚云，你给我选的衣服我收到了，没想到你挑的这个牌子还挺好的，哎，款式也特别好看，我特别喜欢，谢谢你。秀玉睡了吗？没睡呢，嫂子你进来吧。秀玉干啥呢？啊，楚云帮我选了几件衣服，说后面拍摄的时候穿。秀玉，嫂子听你大哥说，保健品厂想找你做产品代言人，你为啥不去啊？懒得理他们。哦，嫂子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觉得给这产品做代言是一件好事儿啊，你不去那还挺遗憾的。有啥遗憾的？现在这个保健品已经卖到全国20多个省、几百个市县。这就意味着，咱们可以借这个保健品的销售，可以更大范围的去宣传咱们万家庄的山水，也顺带着把咱们这儿的旅游做得更好。
其实大家都是一体的。我之前就想着跟集团建议，他们每年砸那么多广告宣传的钱，不能只是光做产品，更应该去宣传咱们万家庄的山水，把人文融进去。消费者对文化认可了，更会提升对产品的认可。那你就不光只是为产品做代言，也是为咱们旅游合作社做代言，更是为万家庄做代言。这对你来说是好事儿。这都对别人好，对我有啥好的呀？水涨船高呀，公司好了，万家庄就好了，万家庄好了，咱家就好了，家好了，我们就都好了。就是那句话，万家为人人，人人为万家。嫂子，你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像万书记了，一套一套的。你别拿嫂子打岔。嫂子读的书比你少，你学识比嫂子强，你去做代言人还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那嫂子别说，你虽然学历不高，但是见识一点都不比那些学历高的人差。所以我就说，别老纠结着那件事儿。学习不光是在课堂上，社会也是所大学。你的那个就诊卡。哦，好，这儿。你好，我取一下化验报告。啊，好的，我看一下，请您稍等一下。这给您。哎，谢谢，谢谢。没事儿。这是那个这是就诊卡。哦，好。谢天谢地，一切正常。何经理，你帮俺看看，俺也看不懂啊。哎呀，咋了？有啥问题啊？这铅含量230微克。啥意思啊？你就说俺孩子到底是中毒还是没中毒啊？这孩子血液里的铅含量确实超标。啊？这可咋好呀？别担心，我听省城的专家说，可以做排铅治疗，咱们去找那个大夫问问吧。真能治啊？能治能治。哦，好。何经理，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劝俺给孩子做检查，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可是这孩子咋就中毒了呢？这毒从哪儿来的呀？是啊，我也着急这个事儿呢。咱也不能一边给孩子排铅，一边继续中了毒。哦，当时俺们村好几个孩子老生病，大家都怀疑说你们村那个保健品厂把水给污染了。可是保健品厂的排污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专家也说了，水里检测出的微量铅毒不足以损伤人体。哎，铅毒的来源很多，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毒源，咱们得再找找。哎，这咋办呀？先带孩子看病要紧。怎么，又发现了一个？对，血铅指标是230微克，现在在县医院治疗呢。倒是比小强轻些。我在给小强做治疗的时候，详细询问过发病过程，我有些怀疑是水的问题。另外，他妈妈说那天他走得着急。前一天晚上，他心神不定的忘了给壶里加满水了。早晨，壶里的水在炉子上都快靠干了，就剩了一点，孩子都给喝了。如果水中含铅的话，经过长时间煮水，水蒸发后，剩下的水里含铅浓度就会特别高，很有可能会造成孩子的急性中毒。可是他们村的饮用水检测都是合格的，政府每个季度都有检测。他们还专门请了环保局监测站的来，又进行了一次检测，结果也是合格的。哦，是这样啊。那有可能还有别的毒源。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对他们村和附近村落的孩子做一次筛查，看看到底有多少孩子血铅指标高。如果是群体性中毒事件，就要调查清楚，
他们有什么共同的行为习惯，顺藤摸瓜就容易找到毒源了。还有，血铅中毒对孩子的身体影响很大，筛查的事可不能耽误，要尽快查明情况，否则啊，时间长了会损伤孩子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好，我明白了，方主任，谢谢您啊。你是说，找那几家老生病的孩子再查查？方主任担心是群体性的中毒事件。那如果是群体性中毒，那这事儿就严重了，必须得顺藤摸瓜去查清毒源，不能耽误了。走，俺陪你去。哎，闷葫芦啊，你咋来了？哦，你是来看盐城的房子吧？跟你妈说放心，我帮她看着呢。啊，这个是盐城的表弟，姓胡，打小不爱说话，俺们都叫他闷葫芦。哦，他妈呀，还是从我们村嫁到你们万家庄的。闷葫芦现在可有出息了，在万家集团当保安呢。哦，盐城是你表哥呀？啊，他在城里咋样啊？还行吗？他们在参加护工培训，说以后可以在医院打工。哦，当护工，挺好，挺好的。哎，闷葫芦，跟你妈问好，俺们还有事儿，先走了啊。哎，走。哎，何经理啊，来了，主任。哦，哎，您回来了。哦，哎，小福，你咋来了？是这样，郭姐家的孩子查出来跟盐城大哥家的孩子一样，血铅指数超标。我咨询过省城的专家，专家建议最好对咱全村所有的孩子进行一次集体筛查，因为这有可能是一次群体性中毒事件。群体性中毒？哟，你可别吓唬我，这事儿大了。这个我没吓唬你，这孩子血铅中毒是大事儿，真得重视起来。哦，是得重视起来。这光我重视，这没用啊。你说把所有孩子都得查一遍是吧？啊，这得花多少钱呀？是这样，关键咱这一合并吧，这财务都捅到万家庄那边去了，这我说了不算呀。我看这样，何经理，你找万书记去，找万能的万书记，找他解决。行，我回去跟万书记说。哎，是得重视。哎呀，这能行吗？能行，我跟万书记说一声。哦，你是说，这水尾村除了上回打官司输了的那家孩子有中毒，现在又发现一个有问题的？对。所以你就希望，现在给水尾村所有的孩子，都做一次筛查。你们家小豆子有问题吗？小豆子没事儿。哦，幸福啊，是这样啊，就这个事儿啊，我也打听过，有很多原因都可能造成孩子的铅中毒，不一定就是污染造成的。你看官司都打赢了，孩子们没完没了的，这什么意思啊？万书记，你误会了，筛查和案子没有关系，筛查是为了要查清楚，到底是个别现象还是群体现象。如果真是群体中毒，那咱就要尽快查清楚毒源了。幸福啊，你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先缓一缓？啊不，倒不是钱的问题啊，主要是忙不过来。还有2个月就年底了，是吧？公司得冲业绩，下个月这个创富村的评比就会有一个结果，考察团又要来，我还得应付上边各种各样的检查，公司的各个部门也得做工作总结，是吧？当然了，花钱的地方也很多，是吧？所以呢，这个事儿还是过一阵子再说吧。凡事都得有个轻重缓急，你说呢？行，我知道了，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好好的，干嘛要去抽血化验啊？就是看看孩子血液里的铅含量是不是也高。盐城家的孩子和郭大姐家的孩子血铅含量都高，
铅中毒对孩子危害很大，所以我也建议你们去查查。啊，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看着孩子这淘气，你是觉得我们这个大孙子也会中毒吗？哦，奶奶，这得查了才知道。哎呀，那不费钱吗？乱花钱。这怎么是乱花钱呢？查了心里踏实。要是没事最好，有事早点治疗。哎呀呀，我知道了，知道了。秀月，没事吧？嫂子找你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帮我做个宣传单，大概内容就是介绍血铅中毒的基础知识。主要是号召家长带着孩子去做血铅检查。行，我现在就做。现在别做，太晚了，明天再做吧。不行，明天厂里安排广告拍摄，书记说了，要尽快做完，赶在评审团来之前，先做一轮宣传，热热场。那我跟你一起做吧。你想想怎么排版，内容不要复杂，简单直接，大家能看得明白就行。行。我去泡杯银耳汤，咱别饿着肚子做。好。这么排版能看清楚吗？我觉得能，这是最简单的模板了。刘老师，给孩子们筛查血铅指标的事儿不能再耽搁了。这是我们做好的宣传册，你带到学校去，给孩子们发一下，看看有没有家长愿意去做筛查，统计好告诉我，我好联系县医院，到时候带孩子们一起去做筛查。行，我回去召开家长会，跟家长们说说。没问题，你们组织好，提前告诉我们大概有多少孩子要做筛查，我可以跟院里说，到时候集中相关科室，给孩子们安排一次专项筛查。好，谢谢张主任。不用客气，都是我们该做的。比如说，如果孩子有什么烦躁啊、多动啊，然后有一些暴力倾向呀，都是很难察觉的，还是要抽血检查是最保险的。大家有要去医院检查的话，在这儿把姓名、电话号码记一下啊。对，我最终还是要说，给孩子抽一次血，做个血铅检查，心里才会踏实。慢点啊，慢点，往后面坐，往后面坐啊。全国创富村的评比已经到了中评阶段，可不是中间的中啊，是终了的终，也就是说，就差这一哆嗦了。咱们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不容易。下周，评审团就要来我们万家庄参观考察，给评审团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对于我们能不能拿到这个称号至关重要。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要把你们那个1亩3分地儿收拾利索弄整洁别让人觉着我们农民不讲究。还要把你们各自的工作都理清楚人家问起来，咱得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别到时候结结巴巴的，连1、2、3、4都说不清楚，是吧？总之一句话，就是要让评审团看到我们万家庄人的精气神儿。谁都不许掉链子，到时候谁要是掉了链子给万家庄抹了黑，拖了万家庄的后腿，那就别怪我万善堂事后翻脸。放心吧，王主席，我们绝不会掉链子。是，这就对了。那么下面就由裁量给大家具体布置一下各部门的工作重点。我已经通知2家了。好，放心吧。婶子，你干啥去？我正要找你呢。有啥事啊？回头再说吧。我先到镇上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别买东西，你派别人去。
你赶紧通知各家民宿派个能管事儿的到咱们社里开会。啥事儿这么急？好事儿啊！评审团要来咱村里参观考察，民宿和旅游服务也是重点，这是咱村里的头等大事。万书记说了，谁要是敢掉链子，他就跟谁翻脸。你现在是副理事长，各家各户盯紧点，咱合作社可千万不能掉链子。哎呦，那是，这是村委会下发的通知书，你多复印几份，下午开会的时候发给大家。哦，行，那我先去了啊，你去吧。喂，哎，秀玉，啥事儿？嫂子，镇小学的刘老师找你，问你啥时候回来。哦，我马上回来，你让他等会儿我。哎，好。刘老师来了，回来了。怎么样？结果出来了吗？啊，出来了。怎么样？一共25个孩子，12个有不同程度的前超标。12个？这么多，看来真是让方主任给说中了。这就是一起群体性的中毒事件。这事儿可不能耽误，得尽快弄清楚是什么原因。你说怎么办？这样吧，你先把这个化验单发给大家，然后看看各家的情况，这些血铅指数超标的这些孩子生活起居有什么共同点，跟这些没得病的孩子有啥区别，然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行，我现在就去办。那我就先走了。哎，那不是秀玉吗？啊，听说她在网上很火啊。就连我邻居家这女孩都想要她签名呢。也是吗？我去找她给你签。不用，算了吧，免得让她爸妈知道了，不高兴。不高兴？为啥呀？你是不知道啊，那个女孩呢，长相不错，就是不爱学习，成天就知道刷手机、看视频、玩游戏。爸妈一说她吧，她就把秀玉拿出来当挡箭牌，说人家秀玉姐也不爱学习。也没上过大学啊，可他现在不照样该挣钱，该出名吗？我长大了，也要像秀玉姐一样做个网红。一句话，怼得他爸妈哑口无言。那秀玉没上大学也是有原因的。再说人家秀玉从小就是学霸，这当网红怎么了？当网红人家也是凭自己的本事，别听外边那些人瞎说。这些人就是自己没能力，还怪别人太优秀。可人家不这么认为，大家都说他是因为没本事上大学，现在只能靠一张脸吃饭。哎，行了，我回去了。那我走了。秀玉。不，再过来一点。再往北边来点，北边的再来点。哎，跟那个梁啊。过来了。哎，好，跟那个梁要平了。哎，来，拉回来了哈。哎，那个就找人来搬活。哎，搬上来了啊，搬吧，你让他们搬吧。没事，让他们搬吧。来，那个外边摆的不齐的地方都弄齐了啊。小心啊。那个。挑几盆好看的，搁到那个会议室里头啊！小心啊！这外边啊还不够密啊！你们俩小心点儿。你这边再高点儿。哦，对，你这边也再高点儿。哎，不行，再高点儿，再高点儿。幸福姐，哎。过来看看，这个红福这么摆行吗？这点层子。来，等会儿我看，不，你这当然不行了，平了要平，你来，你上去慢点啊！来，别把它固定住，哎，正平着再固定啊，站好了，哎对，啊，哎这回行了。好，来慢点下，你下来吧，下来吧，那边也得弄，赶紧下来。慢点。
哦，那这么说，那些得病的孩子和没得病的孩子，除了住在河边和不住在河边这一点，并没有其他明显的不同。是的，不过也有2家住河边的没生病。幸福啊，现在都是人心惶惶的，大家都很着急，都想尽快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想知道呀。这样吧，刘老师，明天评审团会来万家庄参观，咱们约到后天吧，后天我去找你。行，我们再把整个事儿好好捋一捋。啊，好，那这样。庆来，你这是在干嘛呢？哎呀，那个村里通知让各大户把那个什么家里弄干净，说不定那个考察团会过来看看。我先用这个井水把家这个院里冲冲呀，这自来水太费水了。我在给小强做治疗的时候，详细询问过发病过程。他妈妈说那天走得着急，小强就喝了一点水。我有些怀疑是水的问题。可是他们村的饮用水检测都是合格的，政府每个季度都有检测。那有可能还有别的毒源。对呀。郭姐，郭姐，哎，郭姐在家吗？哎，咋了？你家喝井水呢？啊，喝呀。那严成大哥家呢？也喝井水吗？是啊，他家也喝井水啊。那其他那几户呢？那几个孩子血铅超标的那几家也都喝井水吗？应该是吧，俺也不太清楚啊。这现在各家各户都装了自来水，干嘛还喝井水呀？嗨，哎呀，这自来水不是花钱嘛，能省则省。再说了，大伙儿这么多年都喝着井水，也都习惯了呀。这次筛查，住在河边有2户人家的孩子血铅指数正常，人家是不是不喝井水啊？哦，你说那2家，俺知道，他们2家条件挺好的，估计也不会为了省这几个钱。这毕竟自来水吧，还用着方便哈。何经理，你是说这井水有问题啊？我也只是怀疑，还是得请监测站的李老师给这井水取个样。哦，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去的时候啊，只是按照村委会的要求，取了河水和自来水的水样。那您看，您能不能尽快再来一趟，再给井水取个水样做个检测？哎呀，这个我们现在正在集中搞这个水质普查，工作特别的多，怕给你安排不上呀。那不行呀，不能再等了。现在已经查出来有12个孩子不同程度的血铅指数超标。什么？12个？这么多？还都是孩子？哎，何经理，我跟你说啊，这个就属于群体性的中毒事件了，你呀得马上给环保和疾控等部门报告。好，那我也向村委会报告。这样，何经理，我把这个情况呢也抓紧给我的领导报告，争取把你们这个事儿啊安排到明天的工作计划里边，我亲自去。那太好了，谢谢您啊。明天呢，希望你亲自在现场给我们安排和协调，因为工作特别多，不能耽搁，只能给你们1个小时时间。要是耽搁的话，1天的工作计划那都得往后延。行，那明天几点？这个时间还不太好说。明天我们好像是有6个地方要去采样，是吧？对。这样，何经理，明天怎么方便怎么来。我去之前啊，给你打电话。你记住啊，千万不要安排别的事儿。好，那我等您信儿啊。好好好。刘老师，还只是怀疑，不过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检测报告出来之前，尽量不让大家喝井水，也不要用井水做饭、洗菜什么的。啊，行，那先这样，挂了啊。嫂子，啊，刚村委会通知，说明天参观完保健品厂就来考察幸福客栈，让你准备好一下接待和发言，汇报一下客栈的经营情况和发展前景。秀月，我正好跟你说个事儿，我明天要去趟水水村。为啥？边走边说。是这样的，这是我准备的发言稿，你尽快熟悉一下。万一明天有时间真撞上了，你就替我去发言。反正你对客栈也熟悉。我不行，明天评审团来了，你不在，这说不过去。我也希望时间能兼顾上了，但万一呢？咱不得备个 B 计划吗？你让别人替你去取样啊，你干嘛非要自己去啊？我还得去组织去安排，老李时间有限，那郭大姐也没有经验，我也怕她出什么乱子。哎，看运气吧，我也希望时间能兼顾得上。你就帮嫂子看看吧，啊。来，大家鼓掌，鼓掌！快往前，哎，往前面停，往前面停，哎，往前，好，哎。哎呦，欢迎！哎呀，欢迎！张书记一路辛苦啊！来，里边请。里边请，里面走，大家好，里面走，别冒急。来，里边请。这2年呢，你们万家庄发展得很好。接下来呢，请你们万总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万家集团呢，今年比去年同比在盈利方面增长了15个点，啊，您也知道现在传统行业不好做，我们也经历了。至于这个保健品厂方面，自从我们改变了销售的思路、宣传的方案之后，收益还是非常可观的，在这个材料里也都给您写明了。其他的方面还是请万书记啊给您再介绍介绍。哎，老万，咱们这个张主席带队啊，也很辛苦啊，主要是来考察我们的啊。那个咱们在这儿谈呢，都是纸上谈兵。哎，刘花，茶也都准备好了哈，准备好了，随时准备迎接检查团啊。放心吧。啊。喂，哎，李老师，你们什么时候到啊？哦，马上就到了。哦，行，那我马上就过去。哎，秀玉啊，秀玉，哎，真是怕啥来啥。水水村现在就叫我过去，这边就交给你了啊。哎，嫂子，我真不行。有啥不行的？你忘了嫂子跟你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行的啊。哎，嫂子，那我搞砸了怎么办啊？有啥砸的呀？客栈经营好坏又不是靠你说了啥。再说你也不用在乎领导对你汇报的评价，咱实事求是就行。我现在得走了。我发言稿呢？啊，谁看到我发言稿了？你看，这村民多热情。好，这个呀，得跟您说说，这个呀是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保健品厂的一个产品。对，这姑娘都是我们村的。咱没那么多钱啊，也请不起外边的明星给做。但是目前的这个销路啊，利润还都不错。来，张书记，慢点，还有台阶啊。这是啊，我们的第1家客栈。我知道，客栈主人叫何幸福。好，您是这个都知道。我有个朋友啊，是个作家，在这里住过。回去以后啊，对客栈和客栈的主人啊赞不绝口，还搞得我挺好奇的。所以啊，想看看这个客栈，也想要认识这个何幸福。一会儿就见着了。这个何幸福很要求进步，已经交了入党申请书了。欢迎各位领导来幸福客栈参观指导。里边请。好，请。好，里边请。好。这跨过了我们的幸福桥呢，就是我们的接待区。我们接待区里面，小心，我们的接待区里面有我们最新的展品，还有我们的故事墙。哎，秀玉，你嫂子幸福呢？这次不来接待客人呢？我嫂子有点要紧的事出去了。有什么要紧的事啊？啊，比接待考察团还重要。哎呀，赶紧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哎，秀玉，
电话我打吧，你带着领导们继续参观参观，我来打电话。就是先进屋，来，慢点，我走。何经理，有你在这协调，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不少。辛苦你们又跑一趟，谢谢啊。何经理，你怎么在这儿？今天不是评审团要去村里考察吗？咋啦？你今天咋没上班啊？我昨天夜班，白天倒休。郭姐，我接个电话，你带李老师他们去一下张奶奶家。哦，好，你坐。老李那边。喂。啊，小万总。幸福，你在哪儿呢？水尾村呢。你跑那儿干什么呀？啊？评审团的人已经到幸福客栈了，你这个主任不在。我都安排好了，秀玉代表我接待和汇报，这一样的。那能一样吗？人家张主席专门说了，想认识认识你，能不能有点大局观啊？今天的事是个大事儿，是全村人的事儿，这是个集体荣誉，你心里有没有点谱啊？这样啊，你赶紧给我回来，否则后果自负。柳花，哎，这些收好，下次啊还用得上。好。没事，小心。秀玉，哎，嫂子，评审团走了是吧？早走了。咋样啊？还顺利吗？倒没啥事儿。就是外书记有点生气。生啥气啊？就因为我不在。到底考察幸福客栈还是考察我呀？算了，我还是去一趟吧。哎，你干啥去啊？我去村委会。我为啥不高兴呢？因为我们是让评审团的张主席带着遗憾走的。先前开动员会的时候我就说过。评审团对我们万家庄参观考察，对我们万家庄意义重大。我们要表现出我们万家庄人的精气神儿。我也强调了，谁也不许给我掉链子，不许给万家庄抹黑。可偏偏就有人掉了链子，抹了黑。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就敢擅离职守，就敢拿集体的利益、集体的荣誉不当回事儿？刚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就了不起了，就目中无人了。今天我要点名批评的这个人，就是这何幸福。虽然不是党员干部，但他是万家庄的村民。人人为万家，万家为人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每一个万家庄的村民，都要有集体观念，都要有大局意识。大家要接受一个教训。在座的都是干部，如果你们犯了同样的错误，我可就不是批评批评那么简单了。散会吧。记着吃药。好，走吧。万书记，万书记，我知道您对我很生气，我这特地来找您解释一下。万书记，水尾村有12个孩子血铅中毒。血铅中毒？是的，这12个孩子查出存在不同程度的血铅指数超标。万书记，血铅中毒是会损害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免疫系统的，这可是关系到孩子们一辈子身体健康的大事儿，不能再等了，必须得尽快查明原因。专家，这事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这不是刚听他说的吗？你赶紧，你追着冒险，跟他一块儿把情况了解清楚了，跟我说。哎，好，哎，回头我也去一下水尾村，我了解一下情况。我怀疑是井水有污染，我已经叫了环境监测站的老师去采了水样。那行吧，那就等调查清楚再说吧。万书记，都是我的错，哎。万书记，哎，慢点。
哎呀，还是我工作做的不到位。可这血铅中毒，咱以前也没听过，这就是真不懂啊。我也大意了。咱们先去哪家？那咱就进去刘大头那儿吧。这就一个宝贝大孙子，才3岁，这回也查出来，这血铅超标。书记好。你好。哪儿呢？这哪家？走吧，这拐过去就是了。哦，刘大头，大头，就这。来，在家吗？大头，哎呦，在呢。来，万书记专门来看看你啊。这什么进来了？啊，快出去！你好好说话呢。什么万书记啊？我不认识大人物，我们全老百姓啊，高攀不起，快出去！知道好歹。出去！哎，什么黑心烂？你这一帮黑心烂肺的东西，就知道赚钱。你看你怎么说？哎，万书记我不是这套，我告诉你，这是好心。呸！哎，行了，真是。哎呀，万书记他在气头上，您可别往心里去啊！不理解他这。要不咱改天再去下几户吧？呀，来都来了，这一家没问成情况，再看看吧。行，走。万书记、李主任，来，喝茶啊？好，谢谢。俺家也没啥好茶，别嫌弃，凑合喝哈。哎，不客气。找俺啥事啊？也没什么事，就是跟茂琴主任过来，想了解一下这孩子血铅中毒的事。听说你们家孩子是最早查出来的。啊，不是俺家孩子，是严成家小强最早查出来的。哎，他跟您保健兵上还打官司呢，您不知道啊？是，不算他家孩子吧，俺家孩子算是最早查出来的。要说这个事儿，俺也是运气好，那天带着孩子去看病，就遇到你们村的何幸福了。哎，啥你们村，咱都是一家人啊！哦，是，一个村。那个万书记啊，你们村的何幸福那真是个好人啊，是他劝俺给孩子查血铅的。知道俺家孩子也超标了，就开始担心其他家孩子。这事儿，也跟你们领导说了，你们忙，都不管。可他怕耽误孩子呀，就自己张罗，这花钱印宣传单，又挨家挨户的做工作，还亲自联系了县医院。最后啊，找了辆大轿车，把孩子们都拉到医院里去检查了。你看这何经理多上心呀！哎呀，咱这村里大大小小这么多干部，俺就没见一个出头的。不是，这是平时是万书记工作忙，是我工作不到位，我检讨。这个确实我们这个当干部的没有做好。不是，俺不是怪你们两个，俺是想着吧，要是何幸福做村干部，那俺们农民就幸福了，是不？我给你们洗点水啊。哎。我这大晚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坐着呢？吓我一跳。怎么了这是？出啥事了？没什么事儿，心里堵得慌。为啥呀？我一直以为万家庄跟水尾村合并，水尾村的人应该感到很荣幸，很感激。那肯定啊，他们必须感到很荣幸、很感激啊。可是人家根本就不买账啊！不买账？
这人啊，得有一颗感恩的心，是吧？要么总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呢。说过的不止一次了，你是当领导的，别总刁民的。是，我这不是跟你聊天瞎说的吗？我在外面不会这么说，这么想都不对。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自从水尾村并进了咱们万家庄啊，那水尾村有一半的青壮劳动力都不用外出去打工了，挣的还比外出打工挣得多，是吧？所有农户的这个生活水平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村民福利这一块，该占的便宜他们一点也都没落下。你看啊，就说这个并进万家庄以前，他们水尾村有几家有车的呀？现在起码有10几户了吧得？哦，就这还不知足呢，还非要跟咱们万家庄比，有什么可比的呀？早就说好了的，先富帮后富。当初咱们创业的时候，先生支持，所有好的资源都先紧着我们。水尾村人家是吃了亏的，现在咱们把好日子先过上了，我不该回报人家吗？再说了，2个村合并，万家庄在土地、劳力上是占了资源优势的，这个你咋不说了？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净帮着人家说话呢？你看看，我说你这个思想上有问题呢，怎么成了人家了？水尾村跟万家庄难道不应该是一家人吗？当家的就没有把人家当成自家人，难怪人家也不把自己当自家人。2个村合了，人心没合，我这个书记当的就不合格。你这说的太严重了啊！我听说了，说你这2天天天在这个水尾村泡着，到底怎么了呀？是不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还是别人说你什么了，让你受刺激了？是受了刺激了，懒得跟你说了。专家，核心服张罗着给水尾村的孩子们做血前筛查，你问问他花了多少钱给他报了。咱们当干部的都不如一个普通群众，真够丢人的。哎，何经理嘛，我是老李啊。那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井水确实被污染了。啊，那个检测报告啊，我给你快递过去了，一定要记着收啊。哎，好，谢谢李老师。对了，我想问一下，那个井水怎么会有污染呢？这个原因还不太好说，有可能是自然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地表水被污染了之后啊，渗入地下，引起了地下水源的污染。那您的意思是河水也有污染？但是上次检测，河水是没有问题的。哎呀，何经理，这一次的检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万一这个水源过去就被污染了呢？这么跟你说吧，这个现在啊，我们搞水质监测的心里很清楚，很多的企业啊都跟我们玩捉迷藏呢。企业偷排啊，它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那您是说，污水处理厂以前有偷排污水？何经理，我可没这么说啊，您可别害我。那我还说了呢，自然界本身就可能有铅污染呢。哎呀，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啊，谁说都不好使。那怎么办呀？查，必须查，一定要深刻的查，还要联合环保、卫生、疾控等部门一块儿查。但说句实话啊，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搞清楚这件事儿难度还挺大的。老李水样已经取好了，咱们走吧。行，那你俩赶紧上车吧。这样啊，何经理，我还有别的事儿，就不跟你多说了。记着啊，收快递。好的，谢谢李老师。万书记啊，我听说铅中毒会影响孩子的智商，我们的孩子以后会不会变傻呀？我们就那么一个孩子呀。万书记，还有这会不会有后遗症啊？我家以后得癌症，是不是也是铅中毒引起的呀？我们以后会不会都中毒呀？就是乱说啊，是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啊？就是，我这都活了60多岁了，头一回听说。
要我说啊，就是这污水处理厂造成的。自打建成，村里的孩子所闹毛病，这2年还越来越严重了。兄弟，这个话可不敢乱说啊，这得讲证据的。这个事儿法院不判得清清楚楚的吗？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存在啊。是。什么不存在啊？你们说。大伙儿都先静一下，都先不要着急啊。万书记对这件事。什么叫不要着急啊？你们万家庄没事，当然不着急啊。要是你孩子中毒了，你试试啊。对呀，就是因为万书记重视呀，哎，还挨家挨户的走访，那说明这件事儿很严重呀。但是到底有多严重，我们现在都没有人给我们个说法呀，那能不着急吗？必须得送啊！下去不要大家不着急，大家静一静，别着急，着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女的谁呀？何幸福啊！哦，她就是何幸福。我们已经问过医生了。因为我们发现的及时，大部分都不算严重，只要我们立即开始做排铅治疗，是不会有问题的，是会康复的。还有，咱们真的要相信咱们万书记，咱们万书记真的很重视这件事儿，一定会帮咱们尽快查清污染源，他一定会给咱一个交代。好，这样我说一句哈，我知道大家很着急，说心里话，我也很着急。这是一个天大的事儿，我们下一步这样啊，常家呀，台长，我看这样吧，咱们呢给所有水尾村的村民，不管是男女老幼，都做一次普查，凡是血铅超标的，咱们都积极治疗。自费的这部分呢，放心，由我们万家集团来承担，大家看好不好？那好吧，那我们相信万书记。好，那我们回去等你消息，万书记。好，我们等消息。我们一定也抓紧。谢谢大家理解啊，那就请回吧，请回吧。你送法，都送法。放心吧啊，有集团的啊，有集团在呢，把你们兜着，慢走啊。这事怎么到说这个程度了呢？万书记，我是来跟您汇报一下。井水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确实有污染。孩子们的铅中毒，确实跟饮用井水有关。万书记，这事儿要不要上报到县里头？稍微等一下吧，这不马上开始普查吗？等普查有了结果，再一并的向上级组织汇报。哎，小万总，你说那个何幸福怎么这么事儿啊？哪儿都他想插一手，不，他算干嘛的呀？他呀，啊，上蹿下跳的他。上蹿下跳的倒是不怕，就怕他大嘴巴四处乱说，没事都能搅和出事来。现在到了这个创富村评选的最要紧关头。只希望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把称号拿到手，今年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呀，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这都年底了，这么多的事儿，他净添乱的。你说，孩子们血铅中毒的事儿，会不会真的跟你以前污水厂偷排有关啊？哎呦喂，小万总，因为这不能乱说话啊。哎不，他们不是对那河水进行检测了吗？没问题呀。哎，再说了，铅这个东西啊，到处都有，大自然里有，而且这个孩子的书本文具里都有。哎，谁敢说是我们造成的？行吧，那就把这事咬死了，必须严防死守，绝对不能把这水盆子扣咱们脑袋上，否则的话，保健品厂完蛋，万家庄完蛋。你跟我把牢底坐穿，一辈子都完蛋。放心吧，上次打官司他们没占到便宜，这回也一样。你的意思就是水尾村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了？那个土壤会不会被污染啊？那土壤要是被污染，那我以后种的菜也会被污染。那我还开啥合作社呀？我总不能卖毒菜吧？你合作社要合作的这些蔬菜种植大户，大部分都是水尾村的吧？对呀，万家庄本来地就少，你要提高产量，只能靠这个水尾村的地啊。哎，青兰啊，
你不是让集团做担保，要办贷款吗？赶紧停啊！我都已经申请了。那咋办？不会又背山债吧？别急，李老师说了，铅污染是可以修复的，只是要查清楚污染源。哦，哎呦，你吓死我了！那就好，那就好。但是要查清污染源呢，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不容易，那也得查清楚啊，这个。嗯，是。你要早点听我的呀，就没这么多事儿了。哎呦，何经理来了！来，何经理来，坐这儿，坐，何经理坐。坐这儿。严成大哥，你回来了，孩子怎么样啊？好些了吗？哎呀，基本上呀都好了，这还得谢谢你呢，何经理，真是感谢了。是啊，多亏了何经理，要不然我们大家还蒙在鼓里，啥都不知道呢。对。就是。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何经理是俺把严成大哥叫回来的。大伙儿都慌了神，他们有经验，跟大伙儿讲讲。我们听说村里给大伙普查，大伙都是查查吧。我和严成后来查也血铅超标，就是大人通常不是那么严重，症状也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这个铅毒在身体里时间长不排出来的话，也会很危险的，会造成很多疾病，可能还会得癌症呢。那怎么办呀？这怎么办？何经理，你说好好的井水咋就有毒呢？环境监测站的李老师说，造成井水污染的原因很复杂，要找到真正的源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咋不容易啊？俺都弄明白了，它不就是那个山上的污水厂把河水给污染了，河水把那个地下水给污染了，这不很简单吗？但是上次严成大哥的案子已经排除了污水厂的嫌疑。那他排除了，我也不认。哎，乡亲们，咱们说说啊，捋着河边走。就他们那个污水处理厂一个厂子，那不是他们厂，那还能有谁啊？就是。可是光怀疑也没有用，还是得有证据。哎，严成大哥，你记不记得上次打官司，关律师说过，这种官司是需要对方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跟自己没有关系。关律师是那么说的，那可是那些人最后不是整出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证据啊？那法官也信了呀。我给关律师打电话问一下。你说的情况我都明白，你真的想要弄清楚真相吗？当然，必须要弄清楚。要弄清楚真相，给那些受害的村民一个公平的补偿，并且消除未来的隐患。现在最好的办法呢，是提出集体诉讼。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啊，水尾村现在已经并入了万家庄，那些受害的村民，怕是会顾虑重重啊。这个工作我来做。我必须说啊，之前呢，因为严成案的败诉，接下来我们打这个官司可能会很不容易，而且就算是集体诉讼的话，我也不能担保就一定能赢。但是我相信啊，对方想要赢也会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必须要拿出非常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一些血铅中毒的村民呢，跟他们所排出的污水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毕竟在水尾村的上游，只有污水处理厂这一个最有可能的污染源。我必须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幸福啊，你想好了吗？真要这么做，会冒很大的风险，也会得罪很多人。秀玉，嫂子，你这么急着找我回来，什么事儿啊？你坐。是这样，我想做一件事儿，可能会得罪村里不少人，但是我仔细想过了，这事儿必须得做，所以也想跟家里说一声，万一以后有啥事儿，你们也好心里有个准备。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到底啥事儿嘛？我要带着水尾村的村民跟万家保健品厂打集体官司。
是为了那个血铅中毒的事吗？打官司是为了找出井水的污染源。这事儿我支持嫂子。哎呀，你悄声的吧，又能找你了。幸福，我知道你是好心，我寻思着这事儿，你可得掂量掂量啊。我知道，咱们村里几乎每家都有人在厂子里上班，而且，如果真打起官司，可能对咱们全村的民宿都有影响。你既然知道，你咋还要这么做呢？爸，如果不找出真正的污染源，去除隐患，那以后怎么办？孩子们现在喝的井水有毒，那会不会以后吃的粮食有毒？那会不会种的瓜果蔬菜也有毒？说得对。如果这个污染不解决，那我的这个合作社也别办了。就算合作社不办了，难道我们就不吃粮食不吃菜了吗？就算我们暂时不中毒，那小豆子他们这一代人怎么办？难道要吃有毒的粮食、有毒的菜长大吗？我们老了无所谓啊，孩子们路还长着呢。幸福就按你说着做。幸福啊，你看能不能这样？这一次啊，你就别出头了，让他们自己去闹，你在后面出出主意就行了。你要让村里人知道了，你这叫胳膊肘往外拐。爸，要做我就要光明正大的去做，我还要去找万书记，要争取他的同意和支持。你张罗着那么多人跟集团打官司，还希望能够得到我的支持，这开什么玩笑？万书记，我觉得村里村民的怀疑也有道理。那你呢？你本人觉得有道理吗？有什么道理？花这么多钱，啊，费了这么大劲建这个污水处理厂，那是当摆设的，而且当初建厂的时候征了多少地，花了多少钱，闹了多少心，你不也清楚吧？我清楚，但是建了不等于用了。环境监测站的老师说，很多企业为了节省成本、提高利润，是会有偷排的行为。幸福啊，你可不能听别人瞎说呀！偷排这个事儿是要讲证据的，没证据那叫信口开河呀。说严重点，这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幸福啊，你看上回啊，就为这个事儿，水尾村的李延成，不也为这事儿打官司吗？是吧？而且法院也给判了，这你知道的呀。这个我知道，可是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生病，就不奇怪吗？万书记，咱抛开其他，就单从常识的角度去想，您就不觉得污水处理厂是非常可疑的污染源吗？咱们至少要先排除这个最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吧。怎么就最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啊？幸福，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不添乱了？幸福，我理解啊，孩子生病你着急，我也着急，而且是我下令给水尾村的大人孩子做全面筛查，我也承诺了，医药费自费的部分由集团都给托底。现在已经到了评选创富村的关键时刻，咱们要有大局意识，好不好？我也希望咱们万家庄可以获得创富村的荣誉称号，可是我更希望这个称号可以名副其实。万书记，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现有问题了，怎么办？咱们今天挣多大的脸，到时候就会丢多大的人。再说了，和那些孩子们的健康生命比起来，一个称号，一个牌子，真的就那么重要吗？什么叫一块牌子一个称号啊？你知道那块牌子那个称号对咱们万家庄来说有什么意义吗？中国有句老话，纸包不住火，血埋不了人。一时的荣誉能够保证长久的富裕和安康吗？就算今天咱们把病治了，把毒排了，那以后怎么办？只要毒源还在，那以后谁敢保证不会继续中毒？行，幸福，我不跟你说那些没有用的了。反正你呀，你就到那个水尾村，你跟他们好好说一说，是吧？现在大家是一家人了，他们要是有什么要求，让他们尽管提，我尽量满足啊，就别打官司了。真撕破了脸，对谁都不好。怎么叫撕破脸？通过法律弄清事实，通过法律摆明是非，通过法律调解矛盾、解决纠纷，通过法律普及公平正义，这不正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吗？万书记，您觉得呢？我这什么情况啊？
这何幸福这个村妇，她脑袋是不是被门给挤了？她呀，她没完没了的，她想要什么呀？她呀？我现在别的不担心啊，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地下水的污染，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你偷排造成的？不至于吧？也没排多少啊。不，再说了，自从你说过之后，也没再偷排过呀。你敢跟我说你再没偷排过？你要是再没偷排过，今天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到了现在了，你怎么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也就那么1、2次，但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就算是有点污染，你看这早就冲没了。你说冲干净就冲干净了啊？你现在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我都不知道。你自己拉的屎啊，我拜托你自己把它擦干净，你别惹得我一身臭，否则我跟你翻脸不认人。放心吧，没事没事。没事最好。要真有点什么事，都完蛋。还是联系一下韩律师，提前做个准备。李奶奶，不为别的，就算是为了让您小孙子能喝口干净的水，您真的就不想搞清楚吗？怎么不想啊？但是现在万家集团给我们报销医药费，我要是跟你们去打官司的话，他不给我们报销怎么办？律师会代表您去跟他们协调的。律师跟我们非亲非故，他干嘛要帮助我们呢？他们就是为了挣钱，挣了钱，拍屁股就走人了。可我们呢，一代一代的在这儿住着，这个仇呢，一旦结下了，就不好解了。李奶奶，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是我不会参加，啊，走。哎，林奶奶，你别走啊你！那咱们也走吧。哎，不是，这哎，我们也走，我们也走。我们先回去吧。回去再想想。何经理，我老公刚进厂子，我要是跟万家庄打官司，他丢了工作可咋办呀？他们无权因此开除你丈夫。那老板想开谁，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你们不能老想这个呀，别只顾眼前。如果污染源找不出来，那你这孩子的未来怎么办？就是。你容我再跟我老公商量商量啊！哎呀，大妹子，哎，别走啊！你看啊，翠儿啊，你再想想啊！你们别走，你看说好了，咱们开会商量这事儿呢。你们走，哎，那你们再想想啊！哎呀，你看，何经理啊，你别介意啊，我们村里的人啊，可能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想几天，应该能想明白的。就是何经理，哎。好像刘他独家的那个小孙子血铅超标，俺回头去问问他，也许他能行。嗯，好。韩主任，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呀？之前盐城那案子咱们不是赢了吗？这次不是一回事吗？这看上去是一回事儿，但如果他们人很多的话，提起集体诉讼，那想赢就没那么容易了。这是什么道理啊？不管人多人少，事儿是一回事儿啊，啊，那法官判案还根据人数啊。要这么说，那我把工厂的工人全叫去，那我人更多。小安总啊，你先别急啊，我也没说这肯定会输，我只是说这次风险会很大。上次是一个村民起诉啊，我们的证据很容易就能驳回的，啊，毕竟是个体行为。但现在一下这么多人，那法官肯定会慎重。而且我们要证明这么多人生病都和我们的排污行为没有关系，那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小安总，你还来干什么呀？我都要被你害死了。这个2位律师来了啊，我也过来打个招呼。小安总，哎，韩主任、何律师啊，莫总，你来的正好啊，我正好有句话想问一下2位。这话我之前问过一次，但是如果重新立案的话，按程序我得再问一回。有什么尽管问。请2位说实话，以前你们到底有没有偷排行为？就像是他们怀疑的那样。这个没有，
我们万家集团这么大个集团，怎么会在乎那个一星半点利益呢？是不是？这个犯不上省点零钱。那就好，哈。毕竟现在社会上这么干的企业不在少数啊，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儿。哈，就是啊，我就是倒霉，碰上何幸福那个搅屎棍子，逮哪插一杠子。哎呦，对不起何律师，我忘了你们是姐妹啊。哎，不过何律师啊，你能不能劝劝你姐姐啊，别什么闲事儿都管？你说那个水野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你说为了别人跟自己人对立，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我姐就是那样，凡事就认一个理字，就算我去劝她，她也不会听我的。啊，这个调解也是我们的职责范围，啊，莫总你放心啊，何律师一定会尽全力去调解，你们也不妨通过群众也帮着平息矛盾，让那个挑唆的知难而退。这官司啊是能不打就不打，毕竟大家伙都是一个村的人，是吧？和为贵嘛。我懂，我懂。当然了。如果这官司非打不可的话，那作为贵公司的法律顾问，我们也一定会全力以赴。但是有句话，我必须得说在前头，啊，我不希望这半途再冒出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待会儿弄得大家手忙脚乱就不好了。不会，啊，不会。行，那我们就开始着手工作了。啊，也麻烦两位老总跟下面人说一下，我们可能得调取一些相关的材料。没问题。小何，那最近这几天你恐怕都得在这儿整理资料了。你索性回娘家住几天，一是离集团近，工作方便；还有一个，跟你姐见一面，啊，劝劝你姐，别做那个挑唆的人。何律师啊，这个好好劝您姐姐啊，别的管闲事，对她没什么好处。幸运啊，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不能整天工作事业，事业工作，也该找个对象了啊，要不然再晚了生孩子就困难了。妈，我这忙着呢，根本就没时间。哎呀，你说说你再忙还能有你姐忙啊？啊，你看你姐，人家是当着社长，开着客栈，上有老下有小，该结婚结婚，该生孩子生孩子，人家什么都没耽误。是啊，我这也纳闷呢。妈，你说我姐咋那么大精神头啊？哎，我这每天啊，光是上个班，回到家累得跟狗似的，啥也不想干，就想睡觉。谁知道你整天都忙什么呢？还整天嚷嚷着累。那我就是累嘛。妈，我回来了。哎，姐，你幸福回来了。你没吃饭吧？正好吃口面。你找我啥事儿啊？是万传家让你找我的吗？要是水尾村的事儿，你就免开这口了啊。姐，我这正跟妈说着呢，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哪来那么大精神头，有你事儿没你事儿都插一脚。你说这又不是咱家的事儿，你管人家那闲事儿干啥呀？行，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真不是为别人来劝你啥，你是我姐，我是你亲妹，我可不是为你好吗？我是真心劝你，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没必要去得罪那么多人，何苦呢？幸运，我懒得再跟你啰嗦一遍。但我劝你啊，你虽然是他们的律师，但是如果他们真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你必须要坚持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幸运，你姐说的对，你得听你姐的啊。妈，你啥也不知道，在这一唱一和的干啥呢？姐，那要万一是你错了呢？我也想我错了呀，我巴不得不是他们做的。那万一我要是对了呢？那你就更不能管了。
你知道，如果真的因为他们偷排造成了人身伤害还有污染，那意味着啥吗？这肇事人是要判刑进监狱的，那人家能不跟你拼命吗？我真不是吓唬你啊，就我们韩主任那人一肚子的坏水，他能出什么坏主意，我真是不知道。枪打出头鸟，你别管了好不好？幸福，要这样的话，他们愿意打，让他们去打吧。对，你就别出头张罗这事儿了，你说呢？没良心！我打死你个跟不上往外拐！胆小鬼，有本事别跑！你没事吧？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路过，你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吧。没什么大事儿，皮外伤，回家以后啊，好好休息，伤口别沾水，啊。好，知道了。你看见打你的人了吗？没看见。但我知道他们为啥打我。为啥呀？因为我张罗着水尾村的人打官司，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那你不恨那些打你的人吗？有啥好恨的？那是因为他们都不懂。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是会明白的。我其实就是为大家好，所以他们现在对我有误解，我也能理解。你们家杠子早该成亲了，都愁死我了，找不着啊，着急着呢我。哎，是你们多好，你说？哎呀，又回来了吧？我看看去。幸福，杠子妈来了，说找你有事儿。幸福，哎，婶子，哎，你这是咋了？啊，没事，让人拿石头砸了一下。哟，快坐下，这伤的重不重啊？谁这么缺德呀？咱乱扔石头，把人砸坏了咋办？我看事儿嘛，医生都给包好了，没大事。这肯定是有人故意使坏，缺德鬼。哎，婶子，您找我啥事儿呀？我就是过来想劝劝你，水尾村的事儿啊，你就别再张罗了。你说现在大伙儿都盼着咱们万家庄能拿下全国创富村的称号，万家庄火了，我们做民宿的也可以沾沾光。可你这一打官司，万一把这好事儿给搅黄了，这不就断了大家的财路吗？婶子，你跟大伙儿说，水好自然就养得住鱼，那水都污染了，有鱼也养不住。你这话说的倒没错，可眼前都顾不上，哪谈得了以后啊？行了，别瞎折腾了，先保住小命吧，早回屋歇着去。对，赶紧去躺着吧，这2天可别出门。怎么了这是？没事儿。啥没事儿？让人砸的。就是水尾村的事儿，这闲事以后你可别管了。没大事儿。庆来，你干嘛去？庆来。万书记来了，谁呀？这大晚上的，来了，万书记。哎，庆来，大哥，我找万书记。啊，里面呢？万书记，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这是？万书记啊，怎么了？有人拿石头把我们家幸福砸了啊！这事你们管不管？不，你们要是不管，我自己管。我就是把万家庄兴个底朝天，我得把这个人揪出来，我也让他尝尝
黑地里挨这个石头砸的滋味。我什么时候的事啊？就刚刚。我知道我们家幸福张罗这个水尾村的人给厂里打官司，有人生他的气，但是有事儿说事儿，有理说理，为什么要拿石头砸人家呢？你别着急啊，起来，知不知道谁干的？我不知道谁干的呀。马上给我查清楚，谁干这种缺德事儿？我们万家庄啊，是省里的模范村、文明村，竟然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来，这是干什么？这是打村干部的脸，打全体村民的脸。行，消消气啊，消消气。我查，青兰你放心吧啊，我知道这个事儿了，我肯定把它查清楚。不过你回去啊，你也劝劝幸福啊，我估计也是谁一时气不过，所以才会。谁气不过？谁？我怎么知道谁气不过呀？我就随口一猜，我这是。那我就看看你猜那个人到底是谁。本来我想这个事儿啊，能够尽量的调解，尽量的不要打官司。这么一来啊，我还支持他们打官司了。我到底就是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过来，怎么了？过来，盖春奖励你，知道护老婆了。放心，以后有我在，谁也别想欺负我老婆孩子。说你胖你就喘。不过其实你也没必要去找万书记，要不明天我去找万书记说一声，这事儿就算了。我这砸一下就砸一下吧，没大事儿，就别查了。为啥呀？因为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打官司主要是为了查清污染源，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但是居然有人干这种事情，真的太过分了。就连书记都觉得这里面有猫腻，而且书记还说他支持水尾村的人打官司。是吗？骗你干嘛呀？哎呀，你回来之前，我还担心是不是我真的多管闲事儿了，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你干嘛这么想呢？我本来以为那些受害的村民会很积极的参加集体诉讼呢，没想到他们平时对这事儿都义愤填膺的，可一说到打官司，他们都有顾虑。这也很正常，毕竟水尾村合进了万家庄，归万家庄管，那他们有各种担心，这也很正常嘛，是不是？行了，别想了啊，今晚早点睡啊，快点。来。嘘。乖乖睡觉，听话，快点啊！闭眼。都是水尾村的人，都是水尾村的，来了一大堆人。听说你伤着了，都来看你呢。媳妇儿，你们衣服都不穿呢，着凉了。来，星月，哎呦，你咋来了？哎呀，你伤的咋样啊？没事儿，一点皮外伤。说了让你别管了，非不听。妈听说这都要急死了，非要过来看你。我这好说歹说她才没来的。妈还说让你千万不许再当出头鸟了啊！知道知道。哎呀，哎，快点，大伙，幸福起来了，快点！李奶奶，快，快点！哎，李奶奶，哎，慢点啊！李奶奶你也来了！哎呀，没事，哎呀，怎么还没事，真没事。
没事了，太好了啊，不疼了。何经理，我跟你讲啊，大伙一听说你为了俺们的事儿被人给打了，都气坏了。何经理，俺们商量过了，你就跟俺们说个人名，俺们现在就冲到他家找他算账去。对，经理，谁打的？你告诉我，我们揍他去。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清楚。我这点小伤真没事儿，大家别担心，没事儿。哎呀，何经理，本来我们村好多人都说来看你的，可是为了上回集体诉讼的事啊，他们都不好意思来。你说现在你为了我们吧，头都受伤了，我们大家伙就觉得呀，再不能当这个缩头乌龟了。这些人他们太欺负人了，是不是？本来我们还觉得这个官司要不要打呢，被他们这么一弄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官司呀还非打不可了，是不是？咱不能让幸福为咱们白受伤，对不对？这血真的不能白流。这官司我们打定了，血不能白流，一定要打。一定要。那都说好了，你们真的要打？打！你放心，何经理，我们都说好了，家家户户都签。对。你说你不知道，啊？我不管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反正这次老万是动了真火了，让彻查。你得给我弄个说法出来，不然我交不了差。哎呀，不是，我上哪儿去给你弄说法啊？你现在万家庄讨厌何幸福的不是一个两个呀，谁不烦他多管闲事啊？多怕他断了自己财路。我可以挨个去问，但我得有那功夫啊。我不管你有没有功夫啊，水尾村跟咱们打官司是冲着保健品厂来的，你的屁股底下干不干净，你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怎么着？到现在了啊，你想提起裤子来，你想走，想留个烂摊子让我自己收拾，门都没有。你看什么？我说的不对啊？还是你不服气啊？行，我去查啊，我查。有的大哥。哎呦，万书记来了！哎，贵师，万书记来了！哎，我来看看幸福。屋里坐了。万书记，在外边吧。万书记，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这回幸亏是块小石头，那下回给我们一闷棍，那不闹出人命来了吗？多大仇啊，下这么黑的手！老嫂子别着急，我已经派人去查了，只要我万善堂还当一天书记，在我万家庄的地面上，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谢谢书记，带我去看看幸福。哎，对，不在啊！一大早水尾村来了一堆人来看他，说着说着，怎么又跑水尾村去了？我拦都拦不住啊！我看你们这个儿媳妇啊，真是个倔丫头。不要说就这一块小石头，她要认准的事儿啊，10头牛都拉不回来。来喝一个。老吴啊，我憋屈啊！你是我姓莫的啊，不是他们兴万家雇着打工的，我是合资方派来的代表，我是保健品厂的总经理。我做这事怎么了？啊，我当然有权利做这事了。说实话，你说我们，啊，当初那个偷牌为了什么呀？那不就是为了公司啊省点成本，啊，为了公司多产生点效益吗？这可好，这别人还没说什么呢，他先给你来个一推六二五，把所有屎盆子全顶咱们脑袋上了。有功啊，他去抢，碰到屎盆子了，他人躲得远远的。哎，你说，这种领导，你跟他干什么？你累得死去活来的，最后他把你出卖了。莫总，还是跟着您这样的领导，我们心里踏实。您肯定不会像小万总那样，把责任都推给下边的人，是吧？来，莫总，我敬您一杯啊！哎，老吴啊，学会说话了啊，多学习嘛。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我今天约你出来啊，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把这事折过去。哎呀，怎么折呀？你还不了解万书记的脾气吗？他眼睛里可不容沙子呀。你要是折不好，都得把自己给折进去了。那怎么办啊？一个字儿，就解决了。一个字儿。拖。
托？托？不是那个万传家，要是跟我要说法怎么办？你就说现在还没查出头绪啊，他能把你怎么着啊？至于万书记那儿，就让他父子俩去掐吧。哎呀，就不劳您费心了。嗯，你小子可以，你小子托。哎，对了，你找那几个人靠谱吗？哎，放心吧，他们几个您就不用担心了。我的人归我管，我自有我的办法。你听说了没有？何幸福那个小媳妇儿，好像还没有死心呢。她是隔三差五就往水尾村跑。得想个办法治治她。只要把她治了，其他人就好办了。不容易啊！这个小媳妇自打嫁到了万家庄当天，直接就给小万总开了瓢。我看呢，就没有他不敢干的。哎，你说也是怪了哈。你按照万传家那个脾气，他不应该对那个小媳妇儿认怂啊。哎，但他好像真的就不敢跟那小媳妇儿叫板，而且呢，还针对那个王家呢很客气。哎呀，还真是，这王家呀是小门小姓，过去在万家庄是最没地位的。哎，也奇了怪了，自打何幸福嫁进来以后，还真转了运了。这又挣钱又出名了，我看这小媳妇儿啊，还真是王家的福星。屁！哼，我倒要看看，他这福星能不能保佑他。对，这回啊，咱就给他来点有技术含量的。不过万传家可能要受点委屈了，但是活该呀。谁让他把黑锅子扣咱们身上的，让他脸上也沾点灰，这样也算公平。老总，啥主意啊？你就别问了，把你自己事儿管好，然后你就等着看好戏吧。今天给你们发红包啊，为什么给你们发红包？你们几个心里也都清楚。都学学闷葫芦，别整天就知道喝酒，一喝大了就胡说八道，把嘴都给我闭上。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谁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别怪我不客气。我敢保证，到时候出了事儿，第一个倒霉的肯定是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我说的话，啊！好嘞，行，这份您拿走。哎，好了。哎，这份留在我这儿啊。哎，好了，大孙子过来，去吧，宝贝。王律师，来喝杯水。啊，好。甭忙活，真得辛苦啊。何经理，您好。对，在甲方这是什么意思？哦，好。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派。不好意思，一会儿摁个手柄。哦，再拧个手。王律师，一共25份委托协议全在这儿了。哎呦，幸福，辛苦了啊！不辛苦，应该的。接下来要辛苦你们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好。行，那我先走了，啊。回来了。哟，
你可回来了！你去看看秀玉，一进门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了，不吃饭不说话，到底咋回事啊？是吗？啊！秀玉，是我。啥事儿啊？你跟嫂子说。啥事儿啊？啥事儿啊？出啥事儿了？你没看客栈和合作社的官网留言吧？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怎么了？你先看看。啥呀？这些混账王八蛋，胡说些什么呢？说我是塑料花，说我是乡镇企业联合生产的劣质品，还说幸福客栈是靠色相招来生意的，越说越难听，你自己看吧。这都能骂出花来了。我觉得是有人诚心雇水军，诚心黑我们。你别理他们，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己清白。他们说黑就能成黑的了？你不知道，在网上黑的想洗成白的不容易，但是白的想弄成黑的，分分钟的事儿。那你说是谁黑我们啊？万传家？我找他去。哎，不是，万传家也捎带被黑了。他也被黑了。看到了。秀玉，别难过，有嫂子呢。嫂子非把这王八蛋给揪出来不可。算了，你就当被狗咬了一口。这要是狗就算了，这种人就是恶人，还不如狗呢。这恶人你不把他揪出来，不治他，他们还会祸害别人。你不知道，这些水军，你越反驳他们，他们越来劲。那也不能由着他们胡说八道吧？我也雇水军，我雇一大堆水军，我非要跟他掰扯清楚，给他怼回去。那你要是把他们惹急了呢？他们再到网上人肉我，那回头再把传美那件事情扯出来，我倒是没啥，那传美又出事咋办？我一直以为我能走出一条路呢，没想到世上有根无形的绳子牵着我，根本就走不出去。谁给你系的绳子，还得谁给你解开。你老实跟我说啊，这个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啊？你要是让我查出来这个事儿跟你有关系啊，姓莫的，你就活到头了。哎呀，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我对那个网络是一窍我都不通。不是你还能是谁呀？啊，下三滥的事你干得少吗？不，真不是，就是网上一些无聊的人说的一些无聊的话。我说你干嘛生那么大气啊？你说我干嘛生那么大气啊？这事儿肯定有人背后搞鬼。这话用你说呀？谁让你进来的？何律师啊，你说你姐为了水尾村的事儿得罪了这么多的人，这他自找的，他不出风头吗？这下如他所愿了。哎，行了，你闭嘴吧，别说风凉话了。你赶紧去把这个事给我摆平了啊！哎呀，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啊，这需要花钱呐。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该花多少花多少，你赶紧去就完了。行，有您这一句话，我立刻去办。你有什么事啊？我正在准备应诉材料呢，但是厂里办公室人说有一些材料莫总交代不让我看，我把丑话说前头啊，到时候因为材料不充分打出了官司，别怪我们。莫总交代不让看，他交代的算个屁呀！你跟办公室的人说啊，我交代的，我说的，
所有人必须配合你准备这个应诉材料。谁有任何疑问，直接来找我。行，就要你这句话。对了，万传家，你得赶紧督着这个莫总，把这网上的事平息了。这网络势力一旦发酵起来，非常可怕，没准儿再把传媒的事扯出来。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谁写的？这都是？应该是有人雇了水军，故意在网上黑我们。打官司的事，我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你们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胡说八道？幸福，你别怕，我马上找人查，看看到底谁干。万书记，我找您不是说这个，是为了传媒。这是跟传媒有什么关系？您可能对网络环境不太熟悉，但您应该听说过“人肉”这个词儿吧？人肉就是搜索的那种吧？啊，网络舆论一旦发酵起来，很难控制。秀玉也算是个网红，就怕万一到时候大家一人肉秀玉，就会把那件事牵扯进来。秀玉还好，就是担心传媒，怕她承受不住这个压力。幸福啊，你可真是个善良的孩子。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能想到传媒？这件事儿，我们家真是惭愧。要不是上回传媒回来要死要活的，我也不会那么努力的帮他遮着盖着，让秀玉受这么大委屈。万书记，我理解您作为父亲的心情。啊，这事已经过去了，您把传媒的电话给我吧，我回头约他聊一聊。就算是帮不上啥忙，也至少提前跟他说一声，让他心里好有个准备。当然，我们也一定会尽全力，不让事态发展到那一步。这就太好了。我也希望你，当着面跟他好好聊聊。我这2个孩子呀，要是能够有你1/10的胸怀，我也就知足了。我这个爹当的不合格。何律师啊，这是你要的资料。那个，我有事先回城了。那你明天还来吗？不一定。单堂，来了，单堂。哎呦，兄弟，我来了。哎呦，真是好兄弟，你还真给我拿来了。那你看，来，你坐啊，我拿酒去。哎，我就知道你得喝点儿。酱牛肉、凉菜都给你买来了。来，哎呀，这回谢咱哥俩了，喝点。哟，还真是老马家的哈，这不能骗你吗？哎呀，哎，孩子们呢？都没在家啊？传家还没回来呢。儿媳妇带着孩子回去看老人去。我说给我打电话要喝老马这羊汤呢，没人给做饭了是吧？哎呀，谢谢爸，还真不是，我呀心里有点堵得慌，想找个知近的朋友聊聊天。咋了？出事了？没事，喝点酒。哎呀，都是水尾村的事儿。哎呀，也是，也不是。兄弟啊，你觉得传家这孩子怎么样啊？
这忽然问这个？你是老公安了吧？都说你眼毒，看人准，听听你的。哎，别听他们瞎说，毒啥毒？不过是见的人多了，有点自己的感受罢了。那你就说说你的感受。哎呦，传家这孩子呢，聪明能干，脑瓜也好使，这脾气呢也随了你。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有意的在学你，不过学了一点皮毛。你接着说。哎，传家这孩子的性子，从骨子里论，他比你软多了。他觉得，就得像你这样，啊，敢发脾气，敢拍板儿，才能像你一样服众。虚张声势呗。在困难面前呢，他没有你意志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有你立场坚定。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呀？因为他没有你那颗无私的心。所以啊，你能做到无欲则刚，他做不到。你看啊，你能瞪着眼睛跟人发脾气、骂人，大伙儿是真怕你，但是也真敬你。他发脾气骂人，大伙儿只怕他，不敬他。这些话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嗨，真话不中听啊！哼，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啊。有些时候说了也是白说，招人烦。要不说你是滑头呢？那你再跟我说点真话。你对这水尾村官司这个事儿怎么看？毛主席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这么说，他们怀疑的是真的？我可没这么说啊。不过呢，也别拿大伙儿当傻子，啊，3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呵呵。你呀，你根本就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堵心，更不是那个什么称号，而是传家。你担心传家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处理不好，传家还能不能继续当这个集团总经理？作为支部书记，你在考察他。可是作为父亲，你是真担心你儿子考不及格啊？啊？你确实是个老滑头，眼毒。你看你嘻嘻哈哈的啊，到处当和事佬，到处和稀泥。你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哎，你再给我和一回稀泥，你看看对烂泥，我能不能扶上墙？你这阵子不是一直在考察他吗？那你儿子能不能考及格，你比谁都清楚。问我，快吃吧，凉了。我敬你一个。哎。传媒，幸福姐，坐。女士，请问喝点什么？
咖啡，谢谢。啊，好。我之前都是听万书记提醒你，说你从小是被你哥拉扯大的，说你们兄妹俩都挺不容易的。你顶着秀玉的名字，过了那么多年，难受不？幸福姐，我今天升职做财务主管了，同事都祝贺我说：“秀玉，恭喜你。”你知道我内心的感受吗？我宁可他们不要理会我。我今天特别想听到别人能叫我一声传媒，没想到这个人是你。我更没想到，我听到自己的名字会吓一跳。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没事，犯错不怕，知错就改就行了。幸福姐，我还能有改的机会吗？会有的，只要你真心想改，就一定会有机会的。谢谢。对了，幸福姐，我一直都挺关注秀玉的，我几乎天天都会上官网看她的动态。我看她现在当网红了，我真的很替她高兴。但为什么网上骂她和幸福客栈，她也不回应啊？因为她怕激怒那些人。万一那些网民去人肉秀玉，牵扯出你们那件事儿咋办？你能承受不？所以他选择沉默，宁可被辱骂，宁可被欺负。他也没有还嘴，也没有站出来做任何解释。幸福姐，其实我这些年一直都活在恐惧跟内疚中。自打上了大学，每次放假我也不敢回家，我就去西北山村支教，看着那些天真快乐的孩子，还有他们干净的笑容，我真的特别羡慕他们。只有跟他们在一起，我才觉得我是真的放松。如果老天爷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不会再做这么蠢的事儿了。可是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我一想到我要面对这一切，我就害怕的要命，我恨不得我一死了之。妹子，谁这一辈子不会遇到点事儿啊？这人生嘛，就跟那电视剧的剧情一样，起起伏伏的。遇到坎儿了，迈过去就好了。是，一开始是挺艰难的，咬牙扛，扛过去了，你就自由了。你跟秀玉就都自由了。你未来的路还那么长，不能让自己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名字里啊。要不然这件错事儿在你心里就像一块冰一样。你只有把它拿出来，放在阳光下，它才有可能化掉，你才能有灿烂的笑容。你好，这边请。你好，同心厅在这边，谢谢。陈超，这是咱们特色菜。谢谢。韩律师，哎，我要敬你一杯啊！别，坐着喝。你稍等一下，我出去了。啊，你们吃了啊？慢点。来，咱们来。你怎么来了？
你不在万家庄准备材料呢吗？韩主任，污水处理厂肯定有偷排的行为。你说的这个偷排是他们亲自跟你说的？没有，我查了资料发现，污水厂这3年，尤其是这1年，药剂的进货量还有进货频次有明显的下降，包括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成本也有阶段性下降的现象。我早就猜到了，那个莫总还是真干得出这种事儿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韩主任？你就为这事儿来的？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只要证据不在原告手里，对咱们就没什么危险。可他们真的偷排来着呀？哎呀，那有什么呀？行了，我会提醒莫总啊，让他尽快再整理一套新的资料出来，免得到时候对方知道咱们被动。可他们这是犯法的呀！你小点声行不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它不是什么事儿。啊，你看，还回去接着准备材料去。对，我听说那水尾村的人也不是那么齐心，你再做做你姐的工作啊，只要他不挑这个头，这官司十有八九他就打不起来。可韩主任他们……行，我还得陪客户呢啊，就不跟你说了啊。不是，行。不好意思啊，王总，咱们继续。姐，你回来了？啊，我在回咱家的路上。你和妈等我一起吃饭啊？我还买了很多好吃的呢。我回城了。回城？为啥呀？啥事儿啊？是有什么案子吗？姐，你哭啥呀？是遇到啥事儿了吗？谁欺负你了？姐，我不想当律师了，我好累啊。姐，水尾村的官司，你们还打算打吗？打呀，干嘛不打呀？委托协议都签了，一共有25个人参加集体诉讼。星月，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没有。那个姐，我现在这有点事儿，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哦，好。喂，关大哥，刚才我妹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她不想当律师了。依我对我妹的了解，她心里一定是碰到了过不去的坎儿。关大哥，我敢肯定，污水处理厂一定有问题。姐，我想好了，律师我还是会做的，而且我会做一个好律师。我想过了，
人不能面对问题只是逃避，只有勇敢，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强大起来。妹子，你能想明白，姐真替你开心。你放心，你干啥，我跟妈都支持你。你可以的。我的辞职信。小何，你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就这么走了，啊？以后哪家律所敢收你？你好好想想，你辛辛苦苦走到这一步，你付出多少代价呀？啊？你就这么说放弃就放弃了，值不值啊？就是因为我不想再付出更多的代价了，而且我现在也不是两手空空了。毕竟，人吃饱了，总该有所选择嘛。韩主任，虽然我一直都不喜欢你，但在医道这段时间，我的确是要感谢你。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该放弃的，什么才是该坚持的。亚妮，你俩别腻歪了，来吃饭了。啊，来了来了。哎，来了妈。嗯。哎妈，我帮你盛饭。哎，别，你快坐下啊，我来啊。哎，吃饭了吃饭了。都收拾好了。嗯，差不多了。哎，你先把筷子放下。哎呀，有个警告啊，非常严肃。你们这次蜜月旅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俩安全第一。啊，爸，你都说了100多遍了。少了100遍说少了。你爸说多少遍啊，也不为过，是吧？放心吧，爸妈，我们一定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来，快，这边哦。谢谢妈。喂，关大哥。爸，你也多吃点。什么事儿啊？哎呀，他不吃，咬不动。谁说我不吃肉？我妈还说你4条腿的你都不吃。你多吃一点儿，多吃一点。那不肉吃。你年轻人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我知道了。我先跟庆志商量一下。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有大新闻了。嗯？什么大新闻啊？就是水尾村村民集体诉万家污水厂违法排污的事儿。这是大新闻，我必须得跟。要不，咱俩蜜月旅行延期一下呢？啊？哎呦，你必须去吗？地球离开你就不转了吗？当然不转，地球离开雅尼怎么转？哎呦，那他好辛苦的。工作还是第一位的。哎，蜜月嘛，蜜月，反正你们俩月月如蜜月。我觉得反正咱们时间还有嘛，以后去也可以啊。你决定，我听你的。谢谢老公，你真好。进。幸运，你怎么来了？我从医道辞职了。那我该恭喜你呢，还是安慰你啊？恭喜我吧。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如果我说我想加入方圆，跟在你身边，
你还会愿意接受我吗？方圆律所，欢迎你的加入，恭喜你。各位观众，我们现在站在的是浮水镇镇法庭大门外。今天即将审理的是水尾村25名村民集体诉万家保健品厂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万家保健品厂是我省著名乡镇企业万家集团的下属公司，于2012年投产。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以及人民陪审员和旁听的各位公民们，我是方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关涛，接受原告李延成、郭亚平等人的委托，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的诉讼。庭审前，我们认真核实相关证据，查找法律依据，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的事实有了清楚的了解。现结合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原告认为，被告位于浮水河上游，其污水处理厂建在浮水河河边，是周边唯一的排污企业。各原告均位于浮水河下游，且住址均临近浮水河。在案证据显示，被告所排污水的特征污染物和原告井水中的特征污染物一致，由此表明，被告排污行为与井水污染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万家庄组织全体村民进行了血铅含量检测，在案调查结果表明：一、存在血铅含量超标的村民均饮用或长期饮用院内的井水；二、仅饮用井水的村民血铅含量水平高于同时饮用井水和自来水的村民。由此表明，原告血铅含量超标是由于饮用了受污染的井水。在案证据显示，被告投产于2012年，原告虽均常年饮用井水，但恰是在被告投产以后，才频繁发生不适症状。因此，被告排污行为与井水污染以及原告损害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红葫芦，你在这瞎转悠什么？啊？问你话呢？哎，怎么都来这套呢？有事说事。你拿什么呀？书记，这是污水处理厂废水处理记录本的复印件。哎，
首先啊，被告对原告的遭遇，和损失深表同情，也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井水污染的原因很可能是多重的，是复杂的。在案证据显示，被告的排污行为与原告井水污染及原告损害之间不具备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提交了2份专家报告，最终结论均认为被告所排放污水中的少量有害因子与原告井水污染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且在本案之前，曾有李传强，也就是本案的诉讼代表人李延成之子，就同样是有起诉被告。然而，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被告的排污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开庭之前，被告曾经组织村民进行了血液检测，而且对血铅超标的村民提供了医疗救助。今后，被告仍将提供出于人道主义的医疗救助。但是，被告坚决认为，被告的排污行为与井水污染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当承担水污染责任纠纷的损害责任。为了证明保健品厂污水处理厂没有违法排污的行为，这里我们向法庭出示这几年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的完整记录。爸，来了。我在家也等不到你回来，我看这天也挺晚的了，我就想着来接你，把围巾给你带过来，外面挺凉的。你乖爸爸。你作为一名老党员，把污水厂偷排污水的证据送到法庭，你这么做我不能怪你。但是作为你的儿子，我这心里确实还是挺不好受的。爸，我要说，污水厂偷排的事儿，我一开始真的不知情，你信不信我？我信。但是你作为保健品厂的法人董事长，你先有失察之责，后来你知道了不说，又有了隐瞒之罪，这些你都应该负该负的法律责任。
你说的对，我认。你认，我也认。作为父亲，我没有教育好你。不是吧？你该教的，你能教的，你都教了。是我自己不争气，做事也做不好，做人也没学会。对不起，爸，我给您丢人了。陈家，你本质上不是个坏孩子。爸，等你回来，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好。走，回家。哎呦，幸福来啦！啊，幸福来啦！哎，来了。郭姐，哎，在家呢。哎呀，你又给俺送菜来了。哎，顺手带的。今天晚上是不是也不能走了啊？留下来吃饭啊？哎，不了不了，家里人等着我呢。我来是特地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哎，啥好消息啊？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咱们的集体诉讼案胜了，赔偿款很快就会打入你留的账户里，你记得查收啊。哎呀，谢谢你啊，何经理，你可是救了俺们大家的命啊！哪这么夸张？千万别这么说。哎呀，何经理，幸亏你发现的早，还一直坚持找那个污染源，否则的话，俺跟俺儿子不管谁先走，留另一个人孤零零在这个世上，俺可咋活呀？别这么想，咱们好好的活，健康的活，会好的啊。哎，就是，咋又哭上了呢？船家和木聪被公安部门带走了，接受调查。哎，是，我是万善堂。好，我知道了。上级领导说，由于污染案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取消了我们参平庄户先进村的资格。万书记，通知全体村干部过来开会。污水处理厂偷排污水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万传家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保健品厂的法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怎么处置他，自然有国法。但是我作为万家庄的党支部书记，作为万家集团的法人，不但没有及早的察觉，而且还为了评上全国的创富先进村，一再的给他施压。这也间接的造成了他们不择手段的追求高利润、高收益。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要负该负的责任。
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现在，我郑重地向村委会提出辞职。书记辞职，希望大家公开批评我的错误，吸取我的教训。我辞职以后，万家庄村的党支部就要有新的带头人。在此，我想提一个人选，就是何幸福。何幸福，我已经观察他很久了。他不但是一个勤劳、善良、正直的人，他更是一个能把百姓的事情都放在自己心里的人。我知道，有的人嫌他爱管闲事，好像就是因为他多管闲事，给我们招了灾，惹了祸。但是我不这么想，要不是他坚持不懈地找出污染源，我们得遭多大的孽？群众的生命财产得遭受多大的损失？我们在座的人都应该感他的恩。我恳请大家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提议。爸，我回来了。好，回来就好。你应该也听说了，官司败了，庄福村的称号也没有了。我已经辞去了村书记的职务。你爸这辈子是个要脸的人，没想到最后竟然活得这么失败。爸，我听说了。但是我觉得失败并不都是坏事儿。我以前就是害怕面对失败，所以才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你这是回家了？我已经辞职了，我要去那个我曾经支教的山村，像爸爸当年那样，带着村民脱贫，在那里开始一个属于万传媒干干净净的人生。这才是爸的好女儿。我这次回来，要跟过去做一个彻底的了断。爸，我希望你能帮我。你说。开始吧。大伙儿都安静一下。今天应咱们老书记的请求，我来主持召开这么一个特殊的会议。今天来参会的主要有我们万家庄和原水尾村的村委干部，还有党员骨干。我们又不是村干部，叫我们来干嘛呀？不知道咋回事。我也不清楚。万书记叫咱来，咱就听着呗。今天，我万产堂是以个人的名义，请大家来。你们可能已经都知道了，我已经正式向万家庄的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提出了辞职。现在呢，我代表我自己，还有我的儿子万传家，向因这次污染事件
受到伤害的村民道歉。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公布出来。传媒，各位乡亲，我叫万传美，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向一个人公开道歉。王秀玉，对不起，10年前我冒了你的名上大学。今天，我当着大伙的面儿，跟你正式道歉。秀玉，对不起。秀玉，我不求你能原谅我。我知道，这个道歉来得太晚了。但是，我今天终于明白，没有人可以偷走别人的人生，也没有人可以活成别人的样子。我们只能做自己。哟，老书记，哎，幸福，这是我给传家带的书，您回头捎给他。哎呀，真是难为你这么忙，一到探视的日子，哎，你就惦记着。谢回你，谢谢你啊！您回头也替我捎个话，就说让他把刑期当成学期，等他学成归来，大伙接着干。好，好，这话说的可真好。行，我一定把话带给他。他还说了，可喜欢你给他带的书了，是说他自己以前看书啊看不进去，现在怪了，一拿起书来他就放不下。他说他自己这是啊开窍了。他这开窍开的也太晚了。可不，车已经给您安排好了，咱走吧。好，那真是，太麻烦你了啊，幸福。不麻烦。啊，幸福啊，那个传媒打电话来了，跟我说他想他在那个支教那个地方也弄个民宿，没有经验，想抽空让你给去指导指导，给看看。行，我回头给他打电话跟他聊聊。好好好。他咋样啊？最近还好吗？还行吧，他那条件不行，比咱这艰苦多了。不过他这人还是挺高兴的。那就好。秀玉还挺好的吧？他是大学里边旁听，习惯吗？习惯，他也挺好的。他还说等拿到本科文凭了，将来还要考研究生呢。有志气，这才是好日子，越走越敞亮了。哎呦，你看这分头啊，像幸福。亲家，我说你这带小豆子已经够累的了，你就歇歇。小菊花让我来带好不好啊？不用了，你歇着吧。这好带了大了，这拿他妹子亲的呀，
可谁把他妹子带走？那把家里还不闹翻天给我？你问他。小豆子，姥姥把小菊花带走行不行啊？啊？不行，不行，我的妹子，我得带她长大。哦，你带她长大呀？那好，那好啊，你的妹妹姥姥不带走啊。给姥姥说我们以后啊会经常带着小菊花去看姥姥的。说，对你看看。哎，大哥，你那个有机蔬菜合作社效益怎么样？好啊，特别好，现在超市都供不应求的。这么棒！哎，大哥，刚刚还看小菊花，特别可爱啊。可爱吧？嗯。哎，你们俩什么时候呀？什么时候让我当这个大白呀？青芝，你得抓点紧，别每天忙，多陪陪人家雅雅，知道吗？是。秦志，进来。来了，关律师。关涛、新月，你们怎么来了？我们与万家庄合办的每月一次的普法宣讲课，今天要开讲第1课。对，我已经报名了，下午就去听你课去。王社长，我正想着找你来的，我家的小白菜长虫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别着急啊，那个明天我就过去看看，很容易解决的啊。那个大伙儿都安静一下啊，安静一下，咱们就开始开会了。都围上来一下。哎，你看今天来了不少人啊，不止咱们万家庄的，还有这个3里5乡别的村子也来了不少人啊，一定是听说什么好事儿了。首先呢，咱们要请咱们的刘县长为咱们大家伙儿讲话，大家欢迎。万家庄的父老乡亲们，我是刘兆峰。大家都知道，最近啊，我们万家庄获得了一个大大的荣誉。这个荣誉啊，不仅仅说明我们万家庄在扶贫奔小康建设方面获得了好的成绩，还说明我们万家庄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和乡村法治建设方面都做出了好的成绩。这个荣誉啊，来之不易，沉甸甸的，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这不仅仅是万家庄的荣誉，也是我们全县的荣誉。我代表县委县政府，祝贺万家庄获得全国最美山乡称号。我呢就不多说了，下面我请万家庄新任党支部书记上台给大家讲话，大家欢迎。快去吧。好。大家好，我是何幸福。祝贺我们万家庄获得最美山乡的这个称号。这个荣誉来之不易，是我们万家庄所有的干部群众一起挽起袖子努力干出来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个荣誉只代表昨天。今天我们开完庆功会之后，就要把这个荣誉放下，然后整装再出发，去创造新的辉煌，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好。
也许你人生残破，也许失望让你沉默，还要勇敢地走，继续倔强的活。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也许理想已斑驳，也许命运略显坎坷，还要勇敢地走，继续坚强的活。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就算命运注定曲折，我绝不退缩，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离深渊，怎知地之厚？别人说用全力拼搏，就算命运注定曲折，